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长风渡河》故事解说。宫廷选秀大典上，一场意外彻底改写了秀女楚河的命运。选秀过程中，楚河不慎弄脏了淑妃苏景月的舞裙，苏景月满心怨怼，哭诉自己苦练3月的舞姿就此被毁。宫中人人皆知，淑妃眉眼酷似陛下陪邻失散多年的心上人，是后宫独一份的圣宠。只要她落泪，铁石心肠的陛下便会心软。旁人纷纷判定得罪淑妃的楚河此次定然凶多吉少。苏景月心生厌烦，当众直言厌恶楚河，恳求陛下永不召见，绝不纳她入宫。为安抚宠妃，陛下当即应允，决定将楚河另行赐婚。随后圣旨下达，称秀女楚河品性端淑，秉性温婉，特赐恩典，准许她从宗室诸王中自选一人为正妃，择日定亲，不得违抗。楚河听完旨意，从容跪地领旨，叩谢圣恩。传旨宫人离去后，楚河的侍女满心焦急，不解他为何真心谢恩。侍女清楚，这根本不是恩典。陛下只因淑妃一句怨言，便将楚河视作烫手山芋舍弃，彻底断绝了他入宫的前程。面对侍女的担忧，楚河心态淡然，直言无缘入宫未必是坏事。深宫女子大多只能做有名无实的妾室，终身受制于人，远不如出宫做王爷正妻来的自在体面。他对这道赐婚旨意满心认可。太后得知此事后，满心愧疚，亲自召见楚河。楚河是太后亲侄女，乃楚氏尊贵嫡女。半月前，太后还许诺助她登顶贵妃之位。楚河自幼体弱，在偏远汴州的药王谷独居休养13年，满身药味，孤苦无依。父母心疼他多年苦楚，将他接回京城参选，想为他谋一份安稳前程。陛下当初也曾亲口应允，善待提拔他。可如今，陛下为了淑妃，全然不顾旧日情分，执意将楚河送出宫。楚河亲身询问太后，淑妃是否当真如此得宠。太后坦言，宫中绝色佳丽数不胜数，寻常官宦子弟尚且妻妾成群，可陛下唯独将淑妃视作唯一的妻子，真心疼爱。楚河这才彻底通透，在陛下心中，苏景月从不是普通宠妃，而是无可替代的心上人。释然过后，楚河想起陛下此前的许诺，确认自己可自主挑选王爷为夫。太后予以肯定，一旁太妃随即提议，姻缘天定，不如设签筒，让楚河亲手摇签，摇中何人便嫁何人。此举亦是陛下的意思。楚河一言照做，最终摇中了肃王裴长风。楚河心中诧异，却也暗自庆幸，此次落选入宫，反倒避开了深宫无尽的无端委屈与纷争。正当楚河暗自思忖时，陛下突然出声，让他抬头回话。楚河本以为陛下要追责舞裙之事，或是叮嘱他入王府安分守己，未曾想陛下特意停下车辇，只是想向他打听一位汴州故人。就在此时，淑妃匆匆赶来，见陛下与楚河交谈，顿时心生不悦，质问陛下违背了永不相见楚河的诺言。陛下连忙解释，只是随口问询，可淑妃依旧不依不饶，执意要陛下惩处楚河。最终，陛下为安抚淑妃，下令让楚河在冰冷宫道上跪地思过1个时辰。楚河默默遵旨，无端受此屈辱。暗处观望的楚家人满心不满，吐槽楚河无用。家族本指望他凭酷似陛下心上人的容貌博取圣宠，攀附权贵，却没想到陛下全程未将他放在眼里，终究比不上替身得宠的淑妃。跪地思过的时辰里，楚河彻底想通了所有原委。选秀当日，陛下从未正眼看过他，仅凭淑妃几句哭诉便定了他的罪。他也终于明白家族强行送他入宫的真正目的。陛下年少时在汴州邂逅一女子，用情至深，因刻意保护，从未外露其画像。楚家人打探到楚河容貌相似那位故人，便将独居药王谷无人问津的他接回京城，当作博取圣宠的替身棋子。13年孤苦无人问，一朝有用便被算计，楚河心中满是寒凉与悲凉。不久后，肃王大婚吉期如期而至。大婚当日，肃王裴长风面对前来道贺的陛下，满脸无奈。他生性自由散漫，最是抗拒束缚与包办婚事，当众恳请陛下收回赐婚旨意，成全自己的自在。陛下当即斥责他胡言乱语，直言楚河出身尊贵，容貌品性皆是上乘，配他绰绰有余。可裴长风依旧满心抗拒，急着掀开新娘盖头一睹容貌，不顾大婚礼法，引得众人纷纷打趣劝说。裴长风执意要在喜床掀盖头，被陛下出手制止。拉扯间，他故意示弱喊疼，假意认错服软。陛下无奈，只得命人护送肃王与新王妃入洞房。宾客散尽后，裴长风向楚河诉苦，坦言自己这桩婚事吃了大亏。
大婚前夕，素来清冷端方的晋王，竟为这门婚事闯入肃王府，与他大打出手。只因晋王对楚河情深意重，楚河满心疑惑。他与晋王仅回京途中偶遇同行片刻，寥寥数语，实在不解对方为何如此失态。裴长风随即道出婚事背后的交易。他起初坚决拒婚，可陛下为哄淑妃开心，将自己视若性命、心心念念多年的红鬃烈马赠与他。抵不过心爱良驹的诱惑，裴长风才半推半就应允了赐婚。这一刻，楚河彻底看清，在陛下眼中，他的终身婚事不过是安抚宠妃、赏赐弟弟的筹码，远不及一匹骏马贵重。洞房之夜，裴长风恪守分寸，尽显君子风度，没有趁新婚亲近楚河。他坦言，虚名皆是外物，日子终究是自己过，初次相见，理应彼此尊重。楚河心中暖意丛生，他13年独居药王谷，朝夕相伴的只有草药虫鸣。本以为婚后生活亦是漠然相对，不曾想有人愿意真心与自己闲谈交心。裴长风自知生性话多，怕日后聒噪扰他，主动提出今夜自己睡在地上，还借口自幼不爱软床，偏爱地面踏实安稳，体贴顾及楚河的感受。次日清晨，楚河醒来后不见裴长风身影，下人连忙解释，王爷素来爱玩热闹，一早便约世家子弟出城赛马，并非刻意冷落王妃。府中下人私下议论，肃王府素来无通房姬妾，王爷心性贪玩，无心情爱，新王妃怕是要独守空房。楚河听闻只是淡然一笑，早已习惯独处度日，并无半分怨怼。日暮时分，尽兴而归的裴长风回府，看见独自对弈的楚河，满心愧疚，连忙致歉自己贪玩忘事。他主动坐下陪楚河对弈解闷，奈何棋艺生疏，频频失误，连连自嘲无天赋。他夸赞皇兄棋艺冠绝天下，还提议日后让二人切磋。楚河连忙婉拒，自认身份低微，不敢与天子对弈。闲谈间，楚河悄然想起2年前汴州偶遇的棋艺高人，那人步步为营，心思难测。只是那段过往不算顺遂，他并未多言。对弈结束后，裴长风带回京城最有名的桂花糕给楚河，细心察觉他常年服药的孱弱模样，看着苦涩的汤药，他满心心疼，吐槽医者庸碌。楚河缓缓解释，年少时为压制体内顽疾，他喝过100倍苦涩的汤药，如今只是谷主特制的温补汤药，早已无碍。裴长风听闻记挂在心，想起皇兄宫中藏有珍稀9节灵芝，可祛病强身，根治顽疾，当即承诺入宫为他求取灵药。楚河深知灵芝贵重，盛宠难起，连忙劝阻。可裴长风信心十足，执意入宫求取。深夜，裴长风空手而归，满心愤懑地诉说入宫遭遇。他求取灵芝本是为楚河治病，可淑妃听闻后，当场故作心口憋闷，呼吸不畅。陛下一经偏袒淑妃，当即舍弃弟弟的诉求，将珍贵灵芝赠与苏景月压惊。裴长风不甘又委屈，直言淑妃不过是顶替陛下真心上人的赝品，仗着陛下寻不到故人，在宫中肆意妄为。他郑重许诺，定会为楚河夺回灵芝，不负初心。楚河温柔宽慰，坦言有他带回的桂花糕便已足够，无需执着珍稀灵药。可裴长风依旧耿耿于怀，不甘心自己第一次想要守护的东西败给旁人。10日流转，转眼迎来裴长风的生辰。楚河有心筹备贺礼，询问下人得知，王爷不爱金银玉器，唯独挚爱骏马，且近日不慎遗失了常年佩戴的香囊，一直耿耿于怀。楚河当即选定深竹色缎面，打算亲手绣制一枚香囊为他庆贺生辰。采买绣料途中，街头突发金马之乱，场面混乱，楚河身陷险境，危急时刻被一名公子出手救下。楚河道谢之际，察觉对方声音格外熟悉，疑惑二人是否旧识。救人者正是晋王，他望着楚河难掩心绪，坦言2年前曲水河畔一别，自己寻遍大半个汴州，终于再次寻到他。楚河这才恍然记起，当年他不慎遗失荷包，缺少龟骨盘缠，曾在曲水河畔与人对弈赢取银两，彼时对弈之人正是晋王。楚河淡然发问，疑惑他多年寻觅，莫非是不甘心当年输了银两？晋王满心怅然，坦言自己寻他数年，从来不为银钱，只为萍水相逢的他。楚河连忙收敛心绪，劝他谨守分寸，慎言慎行。混乱中，楚河的绣料被弄脏，晋王满心愧疚，想要赔偿，被楚河婉言谢绝。晋王看着他孱弱的身影，忆起2年前初见，4月春暖之际，旁人皆着薄衫，唯独他身披厚重大氅，面色憔悴。时隔2年，他的身体依旧未见好转。短暂叙旧后，楚河明确告知晋王，自己已然成婚，身为肃王妃。府中有人等候，不便久留，随即转身离去。
楚河回府后，裴长风早已矗立等候。他看着楚河的丹青画作，直言画面景致圆满，却少了珠联璧合的意境，笑称他善丹青，自己通剑法，二人相伴便是最好的风景。自此之后，裴长风彻底收敛贪玩心性，不再外出赛马赴宴，日日闭门守在府中，对着桃花潜心练剑，满心满眼皆是楚河，让府中下人连连感慨王爷性情大变。没过多久，宫中传旨，召肃王即刻入宫。裴长风因灵芝一事对皇兄心存芥蒂，满心不耐，却依旧遵旨前行。临行前，楚河轻声一句“我等你”，让他心头一暖，匆匆入宫。深夜，裴长风归来，带着几分戏谑，告知楚河宫中变故。淑妃近日不知何事惹怒陛下，让陛下龙颜大怒，拔剑相向，险些取他性命。昨夜陛下留他宫中陪酒，性情反复无常，时而暴怒烦躁，时而暗自神伤，口中反复念叨要夺回某个人，执念深重。裴长风随即告知楚河两件喜事：一是皇兄为赔罪，特意在宫中设生辰宴为自己庆贺；二是他派人寻访到第二株九节灵芝，不日便送入京，无需再稀罕皇兄手中那枚被淑妃触碰过的灵药。楚河深知九节灵芝百年难寻，极其珍惜，连忙追问他付出了何等代价。裴长风毫不在意，直言身外之物皆可舍弃，只要能治好他的顽疾，一切代价都值得。早已立誓答应他的事必定做到。楚河满心动容，坦言除了药王谷谷主，裴长风是此生待他最好的人，这份深情无以为报。为庆贺裴长风生辰，楚河彻夜未眠，亲手绣制出一枚雅致的深竹色香囊。侍女连连夸赞香囊雅致大气，贴合王爷坦荡气度。楚河轻抚香囊，心生感慨：世间好物易逝，唯有亲手缝制的物件，方能长久留存。生辰宴前夕，裴长风叮嘱楚河先去慈宁宫陪伴太后，自己入宫应对琐事，稍后便去接她。楚河温柔叮嘱他少饮酒。太后见到楚河，悄悄告知宫中密事，坦言从未见过陛下如此不顾淑妃颜面，当众动怒。据御书房眼线回报，陛下早已备好册封皇后的圣旨与金印。此番动怒，定然是寻到了心心念念的真正心上人，决意为之正位中宫。楚河静静聆听，心中洞悉所有过往纠葛。不多时，裴长风赶来，望着楚河满眼温柔，直言娶她是此生最大的幸事。楚河将亲手绣制的香囊赠予裴长风，当作生辰贺礼。裴长风如获至宝，称这是自己收到最好的礼物，还许诺来年生辰亲手绣制香囊回赠。楚河轻笑打趣，直言他剑法出众，针线活定然生疏笨拙，无需勉强。二人温情相伴，尽显夫妻情深。随后众人入席赴宴，席间众人闲谈皇子境遇，纷纷议论晋王出身卑微，性情清冷，还执意推掉了显赫婚事，只因命格被传克妻克友。热闹之际，陛下缓步驾临，举杯敬肃王夫妇，祝二人百年好合。可当他看清楚河的眉眼，神色瞬间凝滞，反复默念百年好合，语气复杂晦涩，随即骤然下令撤宴，打破满堂热闹。众人惶恐不安，楚河身旁的侍女察觉，王妃双手颤抖，掌心满是冷汗，状态极不寻常。宫外世家子弟纷纷感慨肃王春风得意，既得绝世宝马，又娶貌美贤妻。裴长风淡然回应：家有贤妻，便无心在外玩乐。宴席散去，陛下独自失神矗立，口中喃喃惋惜赠与弟弟的红鬃烈马。贴身侍女悄悄提醒楚河，陛下所言看似戏码，实则句句意有所指。与此同时，肃王府下人闲谈，道出了裴长风的申请。王府月俸迟发，府中拮据，皆是因为王爷为寻访九节灵芝，散尽多年积蓄，典当珍藏宝物，倾尽所有，只为治好王妃顽疾。回府后，裴长风日日牵挂楚河的身体，时时问询他服药后的状态。楚河打趣询问他闭门不出，舍弃玩乐，是否因散尽家财，手头拮据？裴长风失笑否认，坦言自己绝非落魄至此，只是舍不得让他独自枯坐对弈，孤单度日。不久后，太后命人从汴州送来珍稀花草，植株样貌与药王谷后山别无二致。裴长风见楚河心生欢喜，当即许诺亲自去寻，将同款花草尽数移在府中。二人赏花闲谈之际，陛下突然现身，直言可将珍稀花草赠予楚河。裴长风立刻上前将楚河护在身后，语气不悦，坦言自己会精心照料王妃，不劳皇兄费心。楚河从容行礼，婉拒了陛下的好意。太后察觉氛围尴尬，连忙设宴留二人用膳，巧妙解围。席间有人禀报陛下身体不适，在西厢房歇息，无法赴宴。
用餐时，楚河不慎打翻茶水，侍女惶恐请罪，楚河温柔安抚，并未责怪。待楚河更衣完毕，太后特意支开裴长风，陛下借机单独召见楚河，诚心致歉。他愧疚坦言，昔日无辜让他公道跪1个时辰，定然受尽苦楚。当初不知灵芝是他治病所需，错将灵药赠与淑妃，满心懊悔。楚河淡然释怀，不愿再提旧事，起身告辞。陛下却执意拦住他，道出心底最深的悔恨。他早已知晓，楚河便是自己苦寻多年的汴州故人之女，悔恨当初错将她赐婚给裴长风。他直言大婚当夜，若自己没有阻拦裴长风先盖头，若自己早早看清他的眉眼，便不会一错再错，错失挚爱。如今悔得肝肠寸断。面对陛下的深情执念，楚河坚守本分，冷静自持，严肃提醒陛下自重。如今名分已定，她是肃王正妻，陛下亲封的弟媳，君臣叔嫂的名分不容僭越。可陛下早已深陷执念，全然不顾礼法，直言裴长风素来唯爱骏马，当初仅凭一匹红鬃烈马，便甘愿迎娶楚河。如今他愿寻访100匹、1000匹绝世良驹，换取裴长风放手，让楚河回到自己身边。楚河心底寒凉，默然反问陛下，在他眼中，自己的情谊与婚姻终究抵不过骏马。可在裴长风心中，自己是否值得他舍弃一切？话音刚落，裴长风大步闯入殿中，听闻皇兄荒唐说辞，满心震怒。他直言嘲讽皇兄想用1000匹良驹换他妻子，将自己视作唯利是图、只爱骏马的畜生。裴长风当众坚定表明心意，当初或许因骏马应允婚事，可如今纵有10000匹良驹、天下至宝，也换不走自己的妻子。他郑重宣告，往后余生，哪怕终身舍弃挚爱骏马，摒弃所有喜好，也绝不会放开楚河的手，断然回绝陛下的荒唐置换。陛下看着满心护妻毅然对抗皇权的弟弟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感慨昔日随性顽劣的弟弟终究长大，有了誓死守护的挚爱与软肋。